教练，今天我们学什么？上一节课我们讲了蹬腿换气蛙泳的，然后这一节课呢，我就专门出一期换气的讲解。初学者初学者的蛙泳换气呢，应该怎么做啊？首先，我们先练习在水中学会吐气先学会吐气。然后呢，初学者我建议大家很多鼻子一吐就会往里去吸，他习惯性的鼻子吐往里吸，所以呢，我建议大家先用嘴巴先练习一下吐气吐气，在水里吐气。起来吸气，下面第二步，我们学会了水中吐气之后，用嘴巴初学者我还是建议用嘴巴。然后第二步，我们开始先憋气3秒，然后再边抬头边吐气，然后吸进去。我做一次示范。为什么要憋气3秒因为我们初学者训练的时候，学习的时候是蹬2次腿，然后抬头换1次气，然后这个3秒钟的时间刚好差不多是2次蛙泳腿的时间有很多同学问了为什么要在水里憋气，然后边吐边抬头？因为我们初学很多同学他的腿不够好，没有足够的推进力。如果你下去就开始吐气，人肯定是往下沉，对吧？沉得很深。你想起来也很困难，所以呢，我们要保证身体里面有足够的氧气、足够的浮力，然后我们在水里憋气，然后吐吸。你熟练之后，把腿的效果蹬好了之后，你可以再下去就开始慢慢吐，这都没关系了你有足够的推进力，那个人是浮在水面上的，明白了没有记好笔记这个呢是针对初学者的，憋气3秒，然后吐吸。吐气的时候，记住像往外吹蜡烛一样，不是不是哈气的万一有口气的，旁边会被熏倒的。吹蜡烛一样，想象的往前面把前面一排蜡烛，过生日把生日蜡烛吹灭的感觉下面我们站立前面都是站立坐，然后熟练之后呢，我们背上这个背漂小书包然后呢飘起来练习换气，去找在游进过程中的这种感觉换气的感觉。先吸气漂浮，好，这里我们在吐气边抬头边吐气的时候，尽量的去用力往外吹出来，知道吧？不然你换气会很少，游不了多远尽量用力，把气能吐完就最好，知道吗？能吐完就尽量吐完。好，如果下面说没有这个没有买这个的东西的，或者是游泳馆没有，一般都会有这个A 字板、浮板你也可以把浮板夹在腿上，让人飘起来，练习换气再来一遍。我们做熟练了之后，在岸边半路半水熟练之后，我们就开始游了2次腿1次换气，2次腿1次换气
今天呢，我们换气讲到这里啊，初学者的换气，如果你熟练了之后，可以在水下去就开始慢慢的呼气都没问题了啊。但是前期呢，如果说你漂浮力不够，腿的推进力不够，我们呢还是先憋一会儿，然后边吐边抬头，保证身体呢有足够的浮力，好吧？然后我们才能继续往前游，对不对？好，可能又有很多小伙伴要杠我了，对吧？他可能想杠我，然后呢说什么，哦，嘴巴吐气不对，就应该鼻子吐气，或者是怎么样？这里呢，我跟大家讲一下啊，如果你喜欢鼻子吐气也没有问题，知道吗？然后呢，嘴巴吐气呢，我只建议初学者先这么先学先做。如果你可以做鼻子吐气，或者是嘴巴鼻子一起吐，都没有关系的，好吗？没有关系啊。然后呢，我只是建议大家先用嘴巴吐，然后再慢慢的去，你喜欢鼻子或者鼻子嘴巴一起啊，都可以。我比方说啊，如果说你鼻子老是呛水，总是呛水，你可能学几节课你就会放弃了，对不对？你可能搞不好还要弄个鼻夹，初学者有很多还要弄个鼻夹，不是说每一个人到水里了他就很快能学习会换气的，对不对？很多人下水，然后到了几节课他还在鼻子呛水，有些适应的比较慢，水感稍微相对来说差一点的，我建议你大家都是先用嘴巴吐气，明白了没有？你可能还要搞不好要用鼻夹，不然的话你就只能放弃了，对吧？这是我这么多年教学总结出来的。很多人，大部分人不是说一下来就能鼻子运用的很好，鼻子吐嘴巴吸，都弄不过来，明白没有？所以我就干脆让他们去想，你到水里就没有鼻子了，就只有嘴巴吐吸，不用管鼻子了，知道吗？这样子反而他们就会好一点，没有那么喜欢用鼻子，因为他人的本能在陆地上都是鼻子呼鼻子吸，你在水里你一下让他改过来鼻子吐嘴巴吸，鼻子吐嘴巴吸，弄不过来啊，很多人都弄不过来的，所以我建议初学者嘴巴吐嘴巴吸，明白了没有啊？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，你有足够的耐心，可以练鼻子吐嘴巴吸啊。这节课呢我们就讲到这里，先讲到这里啊。有不懂的呢，有不懂的问题可以跟我留言啊，然后呢我有时间的话我尽量会回复给大家，解答大家的问题。好，拜拜。